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金门酒厂，要来预约一个特别的游程，叫做窖藏光旅。这是金门酒厂70年来首次开放的购票行程。参观的时间呢，除了礼拜2跟礼拜3没有之外，在每天的9点到5点，它会有很多的导览场次，你可以依照你可以去参加的场次呢，进到金门酒厂预约。你可以进到酒窖里，然后可以喝到市面上没有的原酒，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而且它开课的时间也只有4、5、6日1夜，很跳哈，没有3了。1、2、3啊，2、3休息。好，就是它只有4、5、6日1夜开放嘛，9点到5点，然后进来你可以先去买票，对，那一个人就350进去，然后他就会送你体验包，我也不知道体验包有什么。有喝的吗？杯子吗？有水呀、杯子啊。哦，金酒的杯子。不错呢。还有这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干嘛。然后我们这里稍微停留一下。以前呢是一个供油中心，就是油库啊。就是柴油啦、汽油都放在这里。那个门牌还在。你刚刚如果有进来的话，那个已经褪色了，那就写供油中心。好。来，那我们进来之后呢，先认识一下这里的一个坑道的开凿的时间。那以前的兵很多，进来号称10万，这些兵吃苦耐劳又不用钱。那一开挖就是5年然后3班制才可以5年完工那我们开挖好这里面呢，面积大概是880平方公尺，那高度呢比较矮的大概3公尺，比较高的超过7公尺。我们现在做的这一段是比较矮的。这里有个研究的用途我们小麦不是酿酒用的，小麦是培养发酵所需要的菌种、酒曲酵母菌之类的。那我们小麦怎么做呢？我们把小麦研磨成粉，然后再灌上优质的水，做成一个砖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曲砖。那控制到20度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酒曲，这个曲砖研磨成粉，拌入这个高粱饭里面，有没有？刚那个曲法，那旁边那一张就是高粱饭在输送，把那个曲粉撒在上面输送，要完成就可以拿来蒸馏高粱酒了。那这是旧厂，新厂是用那种不锈钢炒的不锈钢又比较省人力，在移动或是翻招比较方便。那同一批高粱，我们现在就是用2次，第一次呢就叫第1道，就是浸泡、蒸煮、冷却，然后呢半曲发酵完成第1道。那蒸煮后是不是温度很高？再把它冷却，再把它半曲发酵，这就是第2道。那早期物资比较匮乏，可能会做到第3道或第4道。但是第3道跟第2道现在不做原因是：第一，发酵时间要拉长，品质也不如第1道、第2道好，这样了解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考量到量跟质，我们只用到第2道而已。那我们的储酒库呢，大概有3种，一种是大楼的，一种是地下室的，另外一种是坑道的。那目前国内最大的储酒大楼就在我们公司，在我们新厂。酒质最好的才会放到这边。不锈钢速率比较慢，但是它比较不会失酒。这2个最大的差异在这里。好，那了解这里呢，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准备了第1杯酒。第一杯酒呢，我们要品尝的风味呢是高粱酒跟刚蒸馏出来的风味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蒸酒锅，我们就用这个设备把酒蒸馏出来。出来的温度更高，剔透刚蒸馏出来的。再来闻一下香气，我们的香气呢，大概离鼻子1到3公分左右。那因为我们刚加热，挥发比较强烈，它的曲香跟它的粮食香比较突出，
平常比较喝不到，不要说平常喝不到，因为这款酒平常是没有在卖的。那有人会说这个酒度大概几度？大概60度左右，大概60度，大概60度。还有前面这3篇呢，有篇那个贴纸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酿酒过程所用到的菌的种类。第一个醋酸菌，醋酸菌呢，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上会接触到的，就是那个乳酸菌、养乐多。乳酸菌做什么？乳酸菌在抑制那个酸败菌。食物放久是不是会噪声？噪声，如果这个环境有那个乳酸菌，它就可以抑制噪声的菌的滋生。乳酸菌的作用在这，而且它的风味也很好。酸甜的 ，OK， 乳酸菌、醋酸菌的用途在这里。仔细看一下菌株，它就属于米曲菌，了解，在不用记太多，生活小常识，淀粉变成糖，糖化作用，淀粉变成糖，就是霉菌这个类的在作用，那我们也是这个，你没有听过那个建议吗？建议说把那个面包跟柳橙汁搅一搅，放在里头就可以自己酿酒了。这个你们太参考用。那我们主要是酵母菌这个糖变成酒。来，那到这里呢，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储酒茶。这个储酒茶呢有几个作用。这里这是不锈钢的，现在看到都是不锈钢的。那里面有没有酒？怎么知道？看这一支叫异味剂，液体的液，水味的味。来，我们现在要介绍的第2杯酒，就是酒度计，很像那个什么标它要浮起来才是正常。如果对，然后我们放着比中计，来，那个白色就是这个酒度的，大家参考一下，那大概是60度左右，60。OK， 是不是大概60度左右？准备喝这一支酒，60度，60度，来，底下有一些花手圈或是蜜香，因为它要往上冲啊，那个，不要，要高一点。来，如果喝不下的话，我们就这个有辣对，是辣。辣。这个方向。第3杯呢是要喝5年的陈高。 5年的陈高。第3杯这边的柚子。我建议很多休闲网红在这里先拍几张照，还有很多辣。你现在来杯子那个，看起来很厉害，这样。拍照拍够了，准备好了。工作人员呢，手上这一壶呢，是我们的蜜烧的，很好闻。这边呢，很浓啊，很浓郁，浓郁，因为它成年的，又香又顺，跟刚刚那个果香。因为刚刚那个是未完成品，对，它这是完成品。好像跟我们市面喝的那种不太一样哈。不太一样。我们刚刚逛了，听姐说解了一圈，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喝到3杯，然后在外面喝1杯。对，它就是让你介绍高粱从酿造到那个菌种，对，然后到它的第1杯原酒，然后第2杯蒸馏的，然后第3杯陈年的，第4杯调的，对啊。不过如果来的时候就是要有人载或者是坐车啦，不然你基本上喝4杯，你看那个脸就是红红的，红的吧？对。因为我就觉得蛮热的，我就感觉就红了。对，所以就是，而且他也不会叫你喝完，你可以喝一口就倒，对，就倒掉。是说这样有点浪费啊。对啊，
都已经喝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也蛮推荐你们可以预约啊。我们会把这个资讯呢就放在说明文下面，对，让你们如果想来金酒的时候，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，算是有点像品酒解说会那种感觉。对。好，我们要去喝第4杯的调酒。刚刚我听人家说第4杯真的好喝。你先一杯，然后你再倒一杯你自己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第4杯，这是蜜桃芦笋小黄瓜的调酒，加高粱，对，58哦，对吧？果汁啊，就甜甜的啊，酒精味就一点点，就是很顺口，然后你就会啊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所以你想要来微醺一下，就可以来金酒参加这个品酒行程。喜欢喝甜的这一杯很可以来试试看，这样。OK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参观酒窖品酒的影片。那如果你酒量很好的朋友有来到这边呢，这边的酒呢都是可以续杯的，但是要找人家代驾哦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那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